中国2024年的财政数据揭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在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地方政府正在通过各种非常规手段维持运转。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政府总财政收入仅增长 1.3%， 达到21.97万亿元，但其中蕴含着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非税收入同比暴涨 25.4%， 达到4.473万亿元。这个看似平淡的数据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个正在加速恶化的财政困境。让我们来解析这些数字背后的真相。首先，税收收入同比下降 3.4%， 仅有 17.497万亿元。这意味着什么？在官方宣称 GDP 增长 5% 的背景下，税收不增反降，这本身就说明经济基本面出现了严重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个人所得税收入下降 1.7%， 仅为 1.4522 万亿元，证券交易印花税更是暴跌 29.1%， 只有1276亿元。这些数据无疑不再诉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实体经济正在加速衰退，股市交投持续萎缩，老百姓的钱包也在不断瘪下去。而在这种背景下，非税收入却实现了 25.4% 的惊人增长。这种反常的增长究竟是如何实现的？深入调查发现，许多地方政府正在上演一场全国性的掘地三尺运动。一些地方甚至不惜倒查30年，逼迫企业补缴所谓的历史欠税，更有甚者开展远洋捕捞行动，派出警力跨省抓捕企业主，以各种名目索要资金。以一个典型的案例为例，某省会城市在2024年的非税收入中，罚没收入占比高达 20%， 这一数字远超正常水平。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种现象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有的地级市的非税收入甚至超过了税收收入。这种倒挂现象凸显了地方财政的畸形发展，土地财政的衰落更是雪上加霜。2024年，土地出让金收入较上年暴跌 16%， 仅为 4.8699 万亿元。这标志着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传统融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在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即便是曾经的行业标杆万科，其销售金额也同比暴跌 34.59%， 高管更是接连出事，这些都在预示着更严峻的挑战即将到来。如果说这些数据还不够触目惊心，那么一个更令人担忧的趋势正在显现：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变相克扣公务员工资，延迟发放养老金，甚至连基本的公共服务支出也开始出现缩减。这种情况在一些欠发达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有的地方甚至连基层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转都难以为继。这种财政困境已经开始影响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从教育支出仅增长 2%， 到社保和就业支出增长 5.6%， 这些数字都远低于通货膨胀率，意味着实际支出水平在持续下降。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遏制，将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挑战。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地方层面，情况更加令人担忧。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已经让传统的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下降 16%， 这个看似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整个地方政府融资体系的全面崩溃。让我们用一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以房地产龙头企业万科为例，2024年其合同销售面积仅为 1810.7 万平方米，同比暴跌 26.57%， 销售金额更是大幅下滑 34.59%， 仅为 2460.2 亿元。当这样的行业标杆都陷入困境，其他中小房企的处境可想而知。更令市场震惊的是，
万科执行董事、总裁祝九胜于1月15日被公安机关带走。这一事件在业内引起轩然大波。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开始上演一场全国性的生存游戏。我们来看看他们采取了哪些惊人的措施。首先是远洋捕捞行动。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全国至少发生数百起跨省执法事件，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涉及到对企业家的围猎。一些地方甚至组建专门的追讨小组，跨省抓捕或威胁企业家，逼迫他们交付所谓的欠款。这种行为已经完全突破了法治的底线。其次是以形化债现象的泛滥。有的地方政府甚至纵容债务方通过警方抓捕债主，把民事纠纷变成刑事案件，迫使企业家以负债换取人身自由。这种做法不仅严重违背法治精神，更是在摧毁整个营商环境的根基。第三是倒查30年运动。某沿海发达地区在2024年就曾出现过这样的案例：一家经营了20多年的民营企业突然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通知，要求其补缴高达数千万元的历史欠税。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税收征管范畴，完全是在挖祖坟。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行为正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据统计，2024年全国有超过60%的地级市非税收入增速超过20%，其中不少地方的增幅甚至超过50%。这种畸形的增长背后是整个营商环境的加速恶化。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4年的罚没收入占非税收入的比例高达57%，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正常水平。而在经济发达的深圳，这一比例仅为18.9%。这种鲜明的对比，充分说明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健康程度与其对非税收入的依赖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恶性循环已经开始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全国有超过100万家中小企业选择注销或停业，这个数字比2023年增加了约30%。企业家信心的持续低迷，正在形成一个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更让人担忧的是，这种局面似乎还看不到改善的迹象。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多次强调要改善营商环境，但地方政府在生存压力下的种种创收行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伤害。在财政收入持续恶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惊人的数据：2024年，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已经突破90万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当年 GDP 的1/3。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这还只是显性债务，如果算上隐性债务，实际规模可能超过200万亿元。这种债务压力正在逐渐传导至基层。有分析显示，超过60%的县级政府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财政困难，其中约15%的地区甚至连基本的刚性支出都难以保障。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基层公共服务的全面萎缩。以教育支出为例，2024年全国教育支出仅为4.2076万亿元，同比增长2%，这个增速甚至不及通货膨胀率。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出现教师工资拖欠、教育设施更新停滞等问题。科技支出虽然增长了5.7%，达到1.1505万亿元，但考虑到中国正面临的技术封锁压力，这个投入水平显然远远不够。其次是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压力。2024年，社保和就业支出为4.2114万亿元，同比增长5.6%。表面上看增长还不错，但实际上许多地区的养老金支付已经出现了严重困难。据统计，
全国已有超过10个省份的养老金结余出现负增长，其中个别省份甚至出现了当期收不抵支的情况。更令人担忧的是营商环境的持续恶化。那些靠远洋捕捞和以形化债维持财政收入的地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企业出走潮。数据显示，2024年第4季度，珠三角地区的小微企业数量比年初减少了约 15%， 而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选择了注销或转移到其他地区。这种恶性循环已经开始影响到整个经济的运行。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即便是像万科这样的龙头企业都难以独善其身。不仅销售额暴跌 34.59%， 其高管还接连出事，这种情况在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而在2、3线城市，情况更是糟糕，有的地方的房价跌幅已经超过 30%， 但仍然无人问津。地方政府的创收行为也开始呈现出新的特点。比如，某省会城市在2024年的罚没收入中，超过 40% 来自于所谓的专项整治行动。这些行动往往打着维护市场秩序的旗号，实则是在对企业进行变相的勒索。更有甚者，一些地方甚至开始把主意打到了外资企业身上，这无疑会进一步打击外资的投资信心。面对这种局面，中央政府似乎也显得力不从心。虽然国务院曾在去年12月发出指示，要求加强执法监管，关注罚没收入异常增长的情况，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警告形同虚设。第4季度的数据显示，全国非税收入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出现了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展望未来，这种局面很可能会进一步恶化。随着土地财政的持续萎缩，地方政府的创收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而这种压力必然会传导到实体经济中，形成一个经济下行的恶性循环。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扭转这种局面，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风险。这不禁让人想起历史上的一些教训。清朝末期，地方财政危机同样导致了非税收入的大幅增加，最终加速了整个王朝的衰落。今天的情况虽然不能简单类比，但其中的警示意味值得深思。